自从叶晨顺藤摸瓜找出破氢会在新加坡的航运公司之后，他就意识到民航飞机是个常人容易忽视的 bug。 就算一个人再有钱再了不起，只要他需要乘飞机跨国航行，就必须向途径的所有国家如实上报航班的一切信息。这是因为任何个人都无法左右整个航空体系，全世界的政府都将航空安全、领空安全视为重中之重。除了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毒贩之外，没有人敢开着飞机在天上黑飞。而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个人有能力制造一架能够突破所有雷达的隐形飞机。所以无论是世界首富还是破氢会的英主，只要坐上飞机，其行踪就无法隐藏。对吴飞燕以及整个破氢会来说，他们一直觉得自己把航空公司、把飞机飞行的真实目的都隐藏得非常好，所以即便所有人都能查到他们的飞机，但只要没人知道这飞机是他们的，他们就不会暴露。但实际上，一旦遇到有心人一点点的排除，暴露的几率还是非常大的。这也是叶晨为什么要让陈泽凯用别的名头去租飞机，而且他租了飞机也不想直飞大理，反正还有20多个小时的时间窗口。他先飞距离大理不到2个小时车程的丽江，然后再从丽江驱车前往大理。如此操作便能将目的地也隐藏起来，安全性又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原本叶晨是打算今日先去万柳山庄撤掉回春丹阵法，再去外公外婆暂时落脚的别墅拜访。不过一想到自己还要去见云如哥，叶晨便打电话给洪武，让他给外公外婆居住的别墅开通无线网络，让他们可以联网跟外界联系。然后他便在微信通话里告知外公外婆自己临时去外地有事，改天再登门探望。外公外婆虽然心情有些失落，但嘴上还是非常坦然地让他抓紧去忙正事。于是叶晨便向外婆承诺，待忙完回来就第一时间登门。就在叶晨开车的时候，安家人正在半山别墅开会。服下回春丹的安启山精神状态极好，他看了看时间，开口对安悠悠说道：悠悠，晨儿让你给志明报个平安，顺便把他想传达的话传达给他，要不你现在就给他打过去吧。安悠悠有些紧张地问道：爸，您觉得志明有问题的概率会是多大？安启山沉吟片刻，认真道：如今我除了在座的诸位之外，只信晨儿一人，就连我的孙子、孙女、外孙女我都不敢信。安悠悠颓然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了爸，那我现在打给他。安启山嘱咐道：记得用微信。吵！安悠悠接过手机，登录自己的微信，给老公陈志明发去了语音通话，同时打开了扬声器。电话那头，安悠悠的老公陈志明几乎秒接，声音急促地问：悠悠，是你吗？安悠悠噔了一声：是我。在听到安悠悠声音的那一刻，立刻大喜过望，脱口道：悠悠，你没事就最好了，我这2天一直给你打电话，但一直都没有打通，快把我急死了。安悠悠此刻的心情十分复杂，她也不知道自己这个老公到底是不是破氢会安排在自家的卧底。她心里自然不希望事实真的如此，可是事关整个安家的生死存亡，她也不敢有分毫的掉以轻心。于是她便继续按照叶晨的吩咐，开口道：老公，你差一点就听不到我的声音了。陈志明惊呼道：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安悠悠道：前2天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超级高手忽然杀到万柳山庄，那人据说是破氢会4大伯爵之一的常胜伯，也是4大伯爵中实力最强的一个。家里的保镖只是跟对方打了一个照面，就几乎全部被杀。陈志明紧张不已地问道：那后来呢？
你是怎么逃出升天的？爸妈他们都没什么事吧？安悠悠娓娓道，当时我们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没想到又是一位戴面具的神秘人出现救了我们。那个常胜伯被他一路追着打，后来就再也没出现过。陈志明疑惑地问道，又一位神秘人，这已经是第2次了吧？会不会和第1次救你们的神秘人有关？安悠悠坦然道，没错，我听出了他的声音，又是上次那位在纽约救了我们的恩公出面救了我们。陈志明连忙问，你又见到恩公了？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每次都能在关键时刻出现？安悠悠道，恩公还是一直蒙面，也没有跟我们过多交流。陈志明不禁感叹，奇怪，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要一直在暗中保护你们，而且还总是不以真面目示人呢？安悠悠听老公问得如此细致，心里已经有了些许不祥的预感。紧张忐忑之余，她连忙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有意无意地说道，好像这位恩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所以才一直不以真面目示人。陈志明脱口问，什么更重要的事？安悠悠心里咯噔一下，开口道，据恩公跟那个常胜伯说，他要端掉整个破青会，还说要亲手砍掉一个叫吴飞燕的人的脑袋。电话那头一下子没了动静。安悠悠试探性地问，老公，你还在听吗？陈志明回过神来，难掩慌乱地说道，啊，我在听，刚才在看东西，有些分神了。说着，陈志明又道，你们都没事就最好，我也就能放心了。这2天没你们的消息，我是一直精神紧绷，茶饭不思，连工作都无法集中精神。说罢，陈志明打了个哈欠，说道，哎呀，2、3天没合眼了，听到你们没事，一下子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老婆，我先睡一会儿，实在是扛不住了。安悠悠抿了抿嘴，表情颓然，声音却十分关切地说道，好的老公，你快去休息吧，手机记得勿扰。好。陈志明答应下来，对安悠悠说道，老婆，那我先挂了。好，挂吧。随着语音通话停止，安启山表情凝重地说道，不用想了，志明一定有问题。安悠悠下意识地说道，爸，志明关心我们，想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问得多一些也没问题吧？安启山冷冷道，问得多没问题，但问完之后就有问题了。李亚林这时也赞同地说道，我支持安叔的判断，志明确实有问题。安悠悠忙问，亚林哥，你说问题在哪？李亚林不假思索地说道，正常情况下，他知道你死里逃生，问得多自然没问题，可是他在联系不上你之后，没有立刻来华夏，这就有点不太对劲了。如果他只是贪生怕死倒也可以理解，可为什么现在得知你没事了，竟然还不说来金陵看你的事情？正常夫妻遇到这种情况，再累恐怕也要赶紧过来，更何况你们家专机就有好几架，他完全可以先上飞机，路上再休息补觉。说着，李亚林又道，他绝口不提来看你，一定是因为他要尽快把这些重要的消息汇报给英主，然后让英主来定夺，如果英主让他来看你，他才会来看你。李亚林话音刚落，自己不禁又皱了皱眉，开口道，不对，那个英主应该不会让他来看你的。陈儿唱完那出空城计之后，那个英主绝对不敢再派任何人来金陵。安悠悠抿着嘴，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安启山叹了口气，开口安慰道，行了，现在不是琢磨这个的时候，从现在开始，我们只需要记住，除了陈儿，没其他人值得完全信任就行了。与此同时，叶晨驱车抵达了香榭丽温泉酒店。叶晨已经让洪武提前把云如歌安排到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会客厅，待他抵达之后，便直接在洪武的引导下，来到了云如歌所在的会客厅。
叶晨刚一进门，云如歌便连忙站起身来，恭敬地说道：“在下云如歌，见过叶先生。”叶晨摆摆手：“云小姐不必如此客套，我时间仓促，便开门见山了。”说着，叶晨不待云如歌回答，便继续道：“吴飞燕马上要到澳大利亚了，她要在澳大利亚经停，然后飞往缅甸。我和林小姐怀疑，她很可能要去10万大山，我想去见她一见，所以来跟云小姐请教一下，如何才能隐匿身上的灵气与气息，不被他人发现。”云如歌下意识地惊呼道：“叶先生说什么？吴飞燕出来了？”叶晨问他：“吴飞燕出来很奇怪吗？”云如歌道：“她已经将近20年没出来过了。”叶先生的情报准确吗？叶晨笑道：“不是什么情报，只是与林小姐一起分析了一下相关线索，推断她很可能要去10万大山，所以我们2个打算去一趟滇南，验证一下我们的推测到底是对是错。”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